在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到了武侠小说里的丐帮，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那种全国范围的丐帮。那么我这个说法呢，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起，武侠小说里看来那些帮会都是瞎编的。不全是瞎编的。你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到的天地会，可能一提天地会你会想起金庸那《鹿鼎记》里头有啊，《鹿鼎记》里头就是有虚构的有真实的。你比方说虚构的韦小宝这人肯定没有，娶7个老婆韦小宝虚构的，可是里头康熙、鳌拜、吴三桂这些人却是清朝历史上出现过的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天地会绝非金庸先生虚构的，天地会的历史比清朝历史都长。清朝灭亡了，天地会的存在，到现在天地会的分支机构依然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说说这个天地会的前世今生到底是什么。这是金庸笔下清朝第一大地下帮派，反清复明，前赴后继，地重高冈，一派西山清谷秀，门朝大海，三河河水万年流，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天不地母，反清复明。这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帮派组织，历经100年依然存在。这是中国人熟悉却又陌生的帮派，一黑一白，两极分化。老梁故事会将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帮天地会。咱们首先说天地会，现在天地会说有没有？还有。香港的三合会，台湾的三联帮，包括咱们了解到的旧上海青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人都跟天地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是天地会分支，或者直接继承了天地会的东西。那么天地会是怎么诞生的呢？它的起源其实就是反抗清政府统治，要恢复大汉子民的天下。你看天地会有个别名叫洪门，洪门就是天地会的别称。为什么叫洪门呢？汉字叫汉族的汉，繁体字怎么写？咱们现在可能一比划，有的年轻朋友不知道。汉字繁体的汉字去了土地那个土，剩下的就是洪字，比喻什么呢？咱们大汉民族啊，没了土地了，被满族给占了。我们知道满族什么大清吗？所以汉失其土为洪。洪门什么意思？我们大汉民族没土地了，得要回来，反清复明。而且这洪呢也决定了天地会一个切口，叫3821。有人说胡说吧，3824吗？你看这红字3点水为3，这边是共同的共，下边这2撇1撇1捺是8 38，上头红字2个10一个1，3821，这是洪门的切口。所以这个我们再看香港那个警匪片《黑社会之以和为贵》里边就提到了洪门在香港的发展。小弟黑古人隶属洪门天宝山避暑堂，司职红旗5个。今日有幸结交各位大哥，斗胆的提一点意见。我们既然是背井离乡，到这里来无非是求一个财子，所以应该和平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万一发生了摩擦，也应该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非万不得已，不得诉诸武力。即使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也需指定时日以决雌雄。无论是胜负，绝对不要惊动官府。小弟建议大家跟随洪门的规矩和仪式，让每一个场所的会员都有所依循，不再是乌合之众。那么说天地会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呢？它会里边有个传说很有意思，说康熙年间的事儿。说康熙年间呢，在这个西北地区啊，就中亚一带有个西鲁国。这西鲁国呢，兵强马壮，经常侵犯呢咱们这个甘肃啊这一带。康熙一看派兵打仗，打不过人家，人家功夫高。康熙说这怎么办呢？选皇榜吧，写了皇榜，说乃有这个高人呐，会武术的，你看能来为国报效也行。结果没人敢接着皇榜。
正这时候呢，福建莆田大家知道南少林，南少林里边呢有几个武僧，跟方丈合计合计呢，说咱不为得这赏钱，咱也得为国效力呀。就这么着，南少林纠集了大概128名武僧北上，帮助清朝军队打西鲁国，把西鲁国打得稀里哗啦。得胜回朝了，这些和尚境界很高，我们是为国效力，我们不图赏赐，都没去北京，直接从甘肃打完仗回到福建莆田南少林。这事儿本来是好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对他们立军功不满的清廷大臣跟康熙说，皇上啊，这可不是好事，你琢磨琢磨，这些少林武僧打仗居然没要你赏赐，可见背后有更大图谋。即使没图谋，你琢磨琢磨，这么能打仗，他哪天他老身儿醒来，他要造反，那不就心腹大患吗？哎，康熙一听，这可不是个事儿。于是呢，康熙派人到这个福建莆田少林寺，经过周密的布置，一把大火把福建莆田少林寺千年古刹烧个灰飞烟灭，里头人大多数都烧死了，只有5位苏家弟子年岁不大跑出来了。这5位苏家弟子呢，叫蔡德忠、马超兴、方大同、胡德第、李世开。所以这5位又称为洪门新五祖，就是成了天地会最早的雏形。这5个人为反清复明，所以这个是天地会源头啊，内部这么传的。300年前，康熙为少林而焚之，众僧惨遭焚死，幸存者5人逃至高西庙前，插草为香，结为异姓兄弟，使至报仇雪恨，反清复明。5人广结英雄义士，聚义红花亭，创设洪门。洪门多次兴兵起义，失败而回，10万红军为民族壮烈牺牲。然而洪门此秘密组织却一直流传至今。那么这个肯定是历史传说，不存在这事，因为呢，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叫西鲁国，没有。而且康熙当年也没有下令烧过福建莆田少林寺。福建莆田少林南少林确实着过火，但那是火攻和尚意外造成的，跟政府迫害没有一丝一毫关系，所以这个是传说。那么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天地会跟郑成功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传说里头呢，说这个洪门五祖呢找了一个军士叫陈近南，咱们看那个《鹿鼎记》里头有陈近南，为人不识陈近南，便是英雄也枉然。韦小宝的师傅那是个大英雄。在下陈近南，请问？我曾经听人家说过，为人不知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古人讲过，楚随3户，亡秦必楚，更何况我汉人比鞑子要多100倍。鞑子势力虽大，只要我们汉人子孙万众一心，何愁不能驱除胡虏，还我河山？这个陈近南传说当中，他就是郑成功的军士，叫陈永华。当时郑成功跑到台湾那边，把这个荷兰红毛鬼子打跑了，手底有几员厉害的将领，一个是陈永华，一个是刘国轩，一个是冯锡范，还有施琅，就后来的靖海侯施琅。陈永华是他手底下的总军事，足智多谋。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可以理清天地会的诞生呢，其实就是贫苦的中下层人集合起来，在反清复明的号召之下，形成了自己的帮会势力。咱们有的朋友看过那个黑社会电影，黑社会的头一部叫《龙城岁月》，里头就对天地会入会有非常细致入微的描述。到来何时？来拜天地会，拜会何时？反清复明。爱兄弟还是爱皇帝？爱兄弟，爱兄弟，爱兄弟。常有兄弟父母百年归寿，无言埋葬。天下我之各行，我都无权独立，以完其事。如有诈作不知者，无为诛灭。那么除了这些仪式规程以外呢，天地会还讲暗语，其实就是黑话。为啥要用黑话呢？你琢磨琢磨，天地会反清复明，清政府控制的时候，一不留神就抓你啊，就要命啊！
你能把帮会秘密泄露了吗？怎么才能不泄露呢？那就是说黑话，就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暗语。这暗语是什么呢？有《鹿鼎记》里也写过这个：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门朝大河，三河河水万年流。后来简化成呢，地震高岗千古在，三河河水万年流。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河水万年流。原来你也是天地会的兄弟，那请问你烧的是几炷香？完蛋了！天府地母，反清复明，青木堂为香主，你好大的胆子！有的比这个呢还要简单点。说你从哪儿来呀？明。你上哪儿去啊？清。为什么这么回答？去清，反清复明嘛，把清朝去了。哎，一听你这有明有清，这是一伙的。还有的说今晚这月亮怎么不明啊？啊，要复明得带团圆时，复明带这个字号的。咱们看《鹿鼎记》里边也有这个吗？韦小宝拜陈近南为师，说师傅你走了，我在宫里我要出来，怎么跟天地会兄弟接头啊？你可以到市集去找一个卖膏药的徐天川，徐大哥。啊，市集那么多人，又有那么多人卖膏药，我怎么知道找谁呀？他卖的膏药很特别，一半红一半青。你只要问他有没有一种膏药是去恶毒，是瞎子复明，去清复明的膏药卖，他就会回答你有是有，不过很贵，要3两黄金，3两白银。哇，那你就说5两黄金，5两白银卖不卖啊？哪有这样的？3两不买，还还价出5两？这么说是以防有人乱打乱撞。他听你这么说，他就说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那你就说门朝大海，三河河水万年流。那他就知道你是自己人。所以他有他一套很独特的话语体系，反清复明的话语体系，他就防止是帮会兄弟，政府还抓你呢，咱别把秘密外露。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独特手势。你像既然是帮会会众，说也有劫道的，那你走道碰着帮会人要劫你咋办呢？你就把3根手指头一按到心口上，表示咱们是一伙，你别劫我了。这个有点类似什么呢？过去啊，小偷我们叫老月，老月是骗子，小偷叫熔点。说小偷这门里头呢，说你万一这个你是小偷，小偷同行还偷到你了咋办呢？说涉及到钱，这个钱呢很有意思，怎么叠？咱平常人叠钱是叠好了吧？怎么往兜揣呢？你注意看，是不是这么揣？它比较好揣吧？这个这边叫独边单个，这个边叫毛边，是2扇的。咱一般人揣钱肯定是毛边朝上，独边朝下揣里头了。小偷不这么揣，小偷是这么揣，独边朝上，毛边朝下，这是违反常规的。因为你这么揣钱，他也不容易揣，他非这么弄。所以真有小偷一偷，手指伸你兜里一夹，他就能感知是这边朝上，这边朝上。一摸这边朝，哎呦，同行，大水冲了龙王庙，不要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守所谓他就不偷你了。所以这就是行内的一些暗语，哪个行都有这个。那么这个手势不光是用来说都是同行，也有的呢表示呢咱们很友好，都一家人。你比方他常用的手势，天地会这2个手指头弯曲一点，这个伸直了往胸前一弄，这叫3炷半香，意思咱们在一块烧香磕不头的，咱就是一伙，打暗语咱是一伙啊。这个其实这手势啊古往今来通用，大伙儿一看这啥 OK， 这不是吗？这仨指头这俩弯的吗？所以这是他独特的手语系统。还有的手语系统呢是暗号，比方说我这遇到难处了，那个清末开始茶馆盛行，我到这个地方我得请求一下江湖同道，咱们的会中人帮助。怎么帮助呢？我这有难，这假如说这是茶杯，这是茶壶，我这茶壶把这茶杯倒满了，然后呢这壶嘴啊
正对着这个茶杯，这么放着。你想呀，这都挺别扭的。咱们正常人哪有把这壶嘴对着自个儿，对茶杯这么放着？倒完了，你这假如斟完茶，顺手肯定这么放啊，把得冲里去，他这样嘴冲里，这么对着。如果这里头有天地会人在茶馆一看，哟，这哥们有难了，我能帮你，怎么帮？走到跟前，你好，把这碗茶拿起来，喝下去啊，就知道他能解你危难。走吧，咱哥俩找个背景地方商量。说我要救不了你，这个会中人讲义气，我不能看着不管呢。说但这事我确实管不了，我有急事或者我力量有限。过去之后呢，把这杯茶拿起来泼地上，然后呢把这茶再倒一杯，倒完了我再喝下去。又对不住兄弟，我这儿有急事，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您呢自个儿解决去。哎，这是天地会的暗语系统。当然这些东西现在社会基本上也就没了。哎，你要看香港那边有的三个会什么啥的规矩，已经和这个有很大的区别了。这是金庸笔下清朝第一大地下帮派，反清复明，前赴后继。地震高冈，以派西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河水万年流，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天子地母，反清复明。这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帮派组织，历经100年依然存在。这是中国人熟悉却又陌生的帮派，一黑一白，两极分化。老梁故事会将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帮天地会。好，欢迎您回到由中国酒魂汾酒集团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那么我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说这套东西我们也知道，不就黑社会那套东西吗？又什么黑话又暗语的，又手势的又互相说什么话的。其实天地会他现在你看在香港在台湾哪儿以黑社会形式存在，那是新社会了，帮派转化了。最开始天地会干了很多好事，他甚至呢对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版图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也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外来侵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咱看看早期天地会在这个清末的时候都有些什么人参加。大家记得秋瑾吧？所以说女子飞鹰误，夜夜龙泉地上明。秋瑾当年慷慨赴死，有名的女英雄，人称剑湖女侠。秋瑾就是三合会人，其实就是天地会人。你要嫌他腕不够，好事做的不够多，我再说一位，这位也是天地会人，谁？孙中山。孙中山为什么加盟天地会呢？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制，在海外长期流浪，他得琢磨怎么起义，得筹款呢，没钱干不了这个呀。可是海外大多数是保皇党，康有为听康有为的，你保皇党你要反清反帝制肯定不行啊。所以孙中山一看呢，没法接近这些人。但是海外有很多华人呢，加入了洪门，就加入天地会。天地会可是反清复明的，跟他的宗旨是一致的。孙中山一开始同盟会叫什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不宗旨一块的吗？所以孙中山琢磨我怎么样筹款，有很多富商巨贾加入洪门了，他也加入洪门。孙中山加入的是洪门致公堂，在这个堂里他混了个职位叫司棍。什么叫司棍？也有叫红棍的，说法不一啊。就是呢，棍子意思掌握刑法，你这不听教会的，或者说你这个会里头什么事也不听，我就可以打你，这是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孙中山掌握这个位置，以这个位置的方便向海外华人筹款，很快就筹得了大笔款项。所以早期反帝的革命里头，不仅仅是借助天地会筹款，天地会人还出力呢。你看咱们都知道黄花岗72烈士，大家知道吗？黄花岗72烈士里头有29个是天地会的。就说早期孙中山领导的起义里边，天地会是出人出钱，等于给这个反帝反封建呢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包括后来孙中山甚至积极改造这个洪门，他不是加入了天地会的致公堂吗？孙中山把致公堂改成了一个有信仰的党派，叫什么？致公党。我说这致公党，肯定有朋友就想起来了，哦，对，咱们现在国家
什么体制呢？叫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体制。这个多党是指什么呢？九三学社啊，国民党、民进、民盟、致公党。现在咱们这个国家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就是当年孙中山加盟的致公党。说白了，致公党哪来的？就是天地会转化成的致公党。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地会那可不是说一个下午门呐如何低级啊，怎么黑社会的这么一个帮会。他在历史上有着极为辉煌的反帝反封建的丰功伟绩。当然了，时至今日呢，这个社会昌明了，帮会呢那基本上就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了。我们说香港这个三合会，台湾的这三联帮，这确实是地地道道黑帮组织，但是它不等于一点意义都没有，它肯定不会像天地会当年那样有那么多的好事啊，反帝反封建。但是这些帮会的存在却有个好处，我们看这个刚才《龙城岁月》里的那些片段，其实等于给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帮会历史提供了一个活化石一般的资料。他这个香港和台湾的黑社会组织把原来天地会有些入会的仪程啊、仪式啊和一些资料完整的展示到现在，所以等于我们从这些渠道里边，等于是研究以前的天地会，我们能获得很多有声有形的资料。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你说香港的黑社会也不算是一无是处。而且咱们说实在的，现在香港、台湾黑社会早不是以前打打杀杀的概念，黑社会现在也公司化，也按照什么 CEO 啊、股份制管理。也就是说，在现代机器轰鸣的工业化时代，黑社会是很难存在的。他如果要想存在，他只能把自己洗白，投身于正行。所以我想这也是天地会当初的一个宗旨，就是说穷苦人进我这会里边，大家集合起来力量，保证自己利益不受侵犯。如果现代社会是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那么有法律保护每一个人，当然也不需要帮会了。那么帮会最大意义是什么？就如同公司企业一样，保证大家的经济利益。所以我估计不久的将来，香港也不再会有这样的黑社会存在了。可能每一个所谓的帮会的民众就会实现当初天地会创建时候那个宗旨。我是觉得这一天到来不会太远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外来宗教，却因为一本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明教到底从何而来？它和武则天有什么渊源？小说中所讲的圣女教主是否属实？朱元璋以及他的将领们是否都如小说中所写，都是明教的成员？大明的国号和明教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在金庸笔下，有人就有这样的疑问，说他笔下写了很多武林帮派，哪个帮派势力最大呢？有不少人说那当然天下公务出少林，少林寺，还有说武当派。要说都不是，要讲人多，天底下要饭的多呀，丐帮势力最大。但是如果说单一一部小说里头的单一教会帮派，谁的影响最大？那恐怕得首推《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因为明教不仅有自己的盖世神功，甚至影响了当时天下格局。这不小说里写吗？明教帮助朱元璋得了天下，所以朱元璋的朝代国号为明。而且你看明教里头啊，鼎盛时期不光说张无忌这样的这个武功特别厉害的，他的上任教主杨顶天会什么呢？盖世神功乾坤大挪移。他手底下你看这个人才吧，光明左使杨逍，光明右使范瑶，逍遥二仙。再往下呢，四大法王紫白金青，紫山龙王戴体思，白眉鹰王殷天正，这个金毛狮王谢逊，青翼蝠王韦一笑。再往底下有五散人，再往下还有五星旗掌旗使。所以你看他这个整个阵容鼎盛，恐怕任何一个武林帮派论整体实力都不如明教。那么说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明教？明教真是一个在武功上如此鼎盛的帮派吗？说朱元璋国号为大明，是不是明教这个名？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解析一下真实的历史跟金庸小说之间的这种进进出出的关系。一种扑朔迷离的外来宗教，却因为一本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明教到底从何而来？它和武则天有什么渊源？小说中所讲的圣女教主是否属实？
朱元璋以及他的将领们是否都如小说中所写，都是明教的成员？大明的国号和明教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明教是否只是传说。说明教哪儿来的呢？《倚天屠龙记》里边有一个情节解释这个事儿，说这个张无忌当上明教教主之后呢，有一天来到光明左使杨逍的这个办公室，一看杨逍桌子上呢摆着一本书，这个笔墨未干，杨逍刚写完，这书名叫什么呢？叫《明教流传中土记》，就是讲中国的明教是怎么来的。翻开一看呢，明教原出波斯，本名摩尼教。咱们得承认，这个金庸先生确实渊博，这个确实是历史上真真实实记载的。明教原出波斯，本名摩尼教。他是波斯一个小国，有个贵族，名字叫摩尼。这个摩尼在公元3世纪中叶，大致相当于中国魏晋时期，就三国之后那段时间，他创立了这个教派。这个摩尼呢，自称光明使者，就说我降生到人世是给大家带来光明，拯救大家，驱走黑暗，赶走仇恨，是这么一个教派。也就是说呢，明教诞生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宗教团体，包括后来明教都从来跟武林刮不上边，它就是一种宗教势力。说怎么这摩尼教又叫明教了呢？它在这个隋末唐初的时候传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呢，你看摩尼教、摩尼教、摩尼教、摩尼、摩尼、摩尼，有的地方有方言，叫来叫去给叫白了，叫成明教了。这个还跟什么有关呢？因为摩尼教崇尚光明，拜火神，所以叫明教呢，这从翻译角度来讲叫信达雅，也准确传神。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它就叫明教了。本来它来到中国呢，它首先是个非主流教派，因为隋末唐初的时候，当时中国本土的道教再加上这个在西汉的时候就传过来的佛教，就没有这个明教的容身之地，它的空间很窄。它是什么时候真正兴起来的呢？是在大唐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尤其是武则天当上皇帝，国号大周，这15年明教迎来了大发展。他抓住了什么机遇呢？这得说是武则天自己希望借助明教来让自己成为女皇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根据。我们都知道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大周，那么武则天早有做女皇这心，可是我们也知道自古以来那中国从父系氏族公社往后男权社会，牛拉车马拉套，说这老娘们当家瞎胡闹，不能他当不了皇上，所以他要给自己做皇上找点理论根据。佛道各方面翻遍了，没有女人当皇上。巧了，在明教的教义里边有，摩尼教里有说法叫女主，就是女人当我们最高的这个宗主，是这个意思。咱大伙儿记得《倚天屠龙记》里边写了吗？这个紫山龙王戴起斯就是波斯总教的圣女，是当最高教主的，结果他跑出来了呢，跟这个银叶先生韩前叶好上了，他就不愿回去了。回去你等于不是处女了，那就得烧死。说波斯明教有这个说法，女主。武则天一看呢，非常高兴，命令手底下根据明教教义编了本经书，叫《大云经》，把女主这概念引进来，意思昭告天下，不要以为就老爷们能当皇上，女人一样可以当皇上。他等于给自己登基坐殿找个理论根据。所以这武则天和这个明教什么关系呢？各取所需，就是说我呀借助你的教义给我登基找理论根据，同时呢我也让你获得很大的发展。当时巧也巧在呢，咱们都知道武则天给自个儿造个字当名叫武曌，曌怎么写？上边日月明，底下是个空字。巧就巧在这日月为明，跟明教这个明是一个字，而且明教拜日月，正好又通上了。所以这边武则天呢找到理论根据了，那边明教获得了这种发展空间。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这个皇上想登基，他多少都得找点蛊惑人心的理论根据。你比方陈胜吴广起义，找个狐狸在那叫大楚兴陈胜王，其实目的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执政是合法的。你还有什么修道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都是一些迷信说法。
让刘邦芒砀山斩白蛇，说赤帝儿子把白帝儿子给杀了。哎，这都是找理论根据。也就是说，有人说读懂了道教就读懂了中国。哎，过去这个封建统治者装神弄鬼，为了取得统治的理论基础，你包括宋江都玩这一套。108将说谁排前谁排后啊？我想推卢俊义上去，我看这石谦虽然立大功了，小偷小摸不顺眼，好，那就咔嚓整个地穴，弄出块石碑。武则天这一样延续这么一条道路，所以他这一来呢，间接把明教成全了。他在位大周国号这15年期间，明教各地广建寺院，接纳信徒，是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真实明教的最高峰，在这个时候。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倚天屠龙记》我看了，咱们刚才说的戴启思紫山龙王贪恋男欢女爱不肯回去，最后结果波斯总教派3个人来抓他来。你是总教的圣女啊，你得回去当教主去。后来戴启思呢回不去了，没办法，他的女儿小昭舍弃了跟张无忌的这种男女感情，回到波斯总教总坛去当教主去了。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是不是真的呢？这是金庸先生瞎编的了，没有这回事儿。为什么没这回事儿呢？就即使他历史上有，到这时候也没了。因为这个摩尼教教主摩尼第一任，他在61岁的时候就因为得罪了波斯的国王，把他给钉到十字架上给弄死了。从那以后呢，波斯国内就打压摩尼教，摩尼教一直属于一个地下组织。等到了我们刚才说1377几年的时候，这摩尼教早就分崩离析了，没了。因为那时候无论是西亚呀，还是这个中亚地区啊，还是整个的我们看波斯那儿，都已经伊斯兰化了。我们知道公元6世纪的时候，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那时候伊斯兰教已经把这个地方基本都给同化了，所以早就没有摩尼教。所以你更何谈还派这个使节到这边来，还要给抓回去？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完全没有的。但是流传到中国的这个明教，不能说根深蒂固，但是在中国的影响是一天比一天大。它这影响不是说这个教派影响大，它的教义传播广。摩尼教教义、明教教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呢是光明的使者，这个世界上存在光明和黑暗，要想驱走黑暗，光明必须要主动进攻，要斗争，才能给大家带来好日子。善和恶是极端对立的，水火不容。那么这个教义本身有煽动性，再一个它强调斗争，对底层老百姓要造反呢很有吸引力。所以明教流传到中国以后呢，很多时候和这个农民起义啊就挂到一块儿了。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方腊。方腊咱们知道，这个在水浒传发生的年代，北有宋江，南有方腊，田虎、王庆，总共4股流寇嘛，就农民起义。说这方腊就是教主，他怎么敢这么说呢？历史上没明确记方腊和明教关系，但是确实有很密切关系。方腊主要活动地在哪儿？江浙福建一带，沿海。当时明教教众主要活动地带也是这儿，而且最关键的，他们有个共同的标签，叫食菜侍魔。就我吃的是菜，吃素；侍魔，我敬奉的是魔王。这是统治者给方腊盖个标签，也给明教教徒盖个标签。因为明教教徒当时吃素，不吃荤腥，供奉火神，拜日月，被认为是邪教。方腊食菜侍魔，明教教徒也食菜侍魔，活动地点都差不多。而且当时农民起义里渗透着大量的明教教徒，所以说这个方腊很可能跟明教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即使没有，他起义这些下边的弟兄可能也受明教思想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一阵儿，因为那个时候明教为什么跟农民起义挂个劲？他无法成为主流的合法的团体。这个在唐朝武则天之后，明教已经势力一点点变小。等到唐朝第15个皇帝唐武宗李炎上位的时候，这个李炎是不仅不信明教，什么教都不信，认为这宗教就是胡说八道，所以他展开一次轰轰烈烈的把天底下寺庙都拆了，这个僧道丹尼你都回家还俗，不准你出家。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叫会昌灭佛，就一次灭佛运动。所以从那以后呢，这明教跟着吃锅烙更是走向地下，走向民间，到后来就一蹶不振了。那么当然说明教是金庸笔下影响最大的教派，那得说他影响了一个王朝，就朱元璋开创这个明朝。那么说这个朱元璋和明教什么关系呢？
你看小说里写朱元璋就是明教徒，下边一个小头目，说起家也是因为明教的兄弟帮他打天下，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朱元璋历史上咱都知道，在黄觉寺出家，当过和尚。朱元璋自个儿也不避讳这个，跟下边经常说，你看我原先出家当过和尚，我从和尚这么低起点一步一步干到现在，你看多值得你们崇拜，出身草根。朱元璋不避讳这个，说照理说他要是信教，他也不能是明教呢，他得是佛教徒。但是这个事儿不绝对，因为那个年代元末明初的时候，老百姓有时候他的信仰他本身没文化，老百姓就只要有个神觉得对自己有利，在精神上有支柱，他可能就信。那个时候明教的教义呢和这个佛教有时候就混到一块儿，摘不清楚了。有的沿海的地方供奉的庙里头既供明教的这个神，也供这个弥勒佛之类的，所以当时这个东西纠缠不清。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朱元璋起家的时候，他投的韩山童，韩山童起义呢主力叫红巾军。后来韩山童死了，他儿子韩林儿继承他的位置，名字叫小明王。为什么叫小明王呢？当时他们也编一个理论根据，说我也是受命于天，叫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说弥勒佛转世投胎来救大伙来了，以什么形式呢？我是明王，光明使者，给大家带来光明，带来温暖。所以韩山童是大明王，他儿子就是小明王韩林儿。所以当时朱元璋就投的红巾军。有人当时考证就说，这个红巾军呢，它的主要的教派是白莲教。有人说白莲教就是明教的一种提法，白莲教跟佛教之间很暧昧，有很多扯不清的关系。所以你说佛教明教这个之间，其实它是为了让更多的信徒信它，它增大了这种理论上的宽容度，才能吸收更多的底层人民参与起义。所以这是一种高层的洗脑智慧。所以这时候朱元璋投身到红巾军里，红巾军就是以这样混杂着各种思维方式为理论根据的一个义军。所以你说朱元璋跟明教，他肯定是掰不开也切不断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说朱元璋加入了起义军之后，小说里说他怎么窃取最高权力呢？说我打不过张无忌，我设个办法把张无忌迷昏了，然后这边他跟徐达、常遇春几个商量，假装抓的是别人，咱们把他别提真人名啊，咱们把他宰了怎么样？徐达说，咱们当初都是他部下，他以为说的是韩林儿，如今这样怎么？张无忌一听，朱元璋也都罢了，对我这样，徐达、常遇春我的好哥们，怎么也害我呢？张无忌万念俱灰，这我还搞这干嘛？当这头干嘛？他武功高啊，把这绳索挣脱，自个儿跑得了，我再不见你伤心了。朱元璋知道张无忌受不了这个激，他是个老实人，不是个政治阴谋家，也不是个枭雄，所以朱元璋就这么的得了明教的大位，最后打了天下。说是不是这样？当然这不是真事儿，因为历史上朱元璋夺权也不是从张无忌手里夺，虚构的人物，他是从小明王韩林儿手里夺。他当初投靠他爹韩山童的时候，朱元璋势力就一天天大了。等韩山童死的时候，朱元璋可以取而代之，但是他为了取得这些底层兄弟的信任，他没这么干。等了大概有10年左右，羽翼已丰了，他才利用一次交通事故把韩林儿弄死了，搁船接韩林儿过来，半道莫名其妙这船就漏水了，然后就沉下去就淹死了儿子。当然要在现实当中，朱元璋这样的人碰到张无忌这种磨磨唧唧没有主见的老爷们，肯定他也不是朱元璋对手，早晚也得让朱元璋给弄死。所以这个是朱元璋和明教之间扯不清的关系，因为都是底层起义起来的。那么当然咱说影响最大的，说是朱元璋最后得了天下，一想自己的天下怎么得的，明教的兄弟出生入死给他打了天下，所以也不敢叫别的年号，就叫明吧。这是不是真事呢？这也是胡说八道。金庸也写故事，不是历史。说那为什么明朝他怎么就叫这明呢？朱元璋本身也不叫朱明章、朱元明，怎么就叫明了呢？他有他道理。头一个道理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韩林儿是小明王，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朱元璋靠红巾军起家，红巾军人都信这个光明神，所以朱元璋这时候靠这些人打天下，
要不跟这名字沾点边啊，他就觉得好像在理论上站不住。朱元璋意思是什么呢？我为什么国号为明？我就是明王转世啊！韩家人死了，我就是明王，我就你们救世主，我给你们带来光明。所以这是他叫国号为明的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呢，名字好听。你看名字日月，这皇上一拜日月呀、上天呐什么的，因为大家琢磨这事儿，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政教合一的。皇上再牛，上头有个天，皇上叫啥？天子，老天的儿子。所以我要起义呢，想要把你收拾倒了呢，我就以替天行道，我帮你爸爸管教你。所以这皇上上头有个天，他要给自己呢制定一种合法程序，我就是老天的儿子，受命于天。这明日月其实就象征着天。皇帝一祭祀的时候，咱们现在翻开《诗经》里有风雅颂，这雅和颂，尤其颂专门是歌颂统治者的，你把那颂那篇打开里头，这明字使用率是非常高的，什么光明啊，什么日月辉映啊，都和这明有关。所以这个呢也等于是好听响亮。第三点最重要，它是当时中国传统阴阳学说寻找帝王登基理论根据的一个活学活用。中国历史上讲五行，我们知道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呢也叫五德，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它五德是那样相生相克，因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好了，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为相生，这为相克。你比方水火它本来是相克的，你比方说水能克火，但是水虽能克火，水能克火，火旺水干，这水把火浇灭了，可火要太旺，把水就烤干了，这为反克。就五行相生相克。那么用到这个朝代轮回的学说里呢，也讲这个。你比方说元朝定都哪儿？叫大都，就咱们现在北京。大都在哪儿？在北边。朱元璋定都南京，当时叫应天府。南京在哪儿？在南边。从五行方位上讲你记住，中方属土，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也就朱元璋定都这块呢是属火，火德。如果用姓氏标叫祝融氏。北边呢元大都定位呢是属水，水德，名叫玄冥氏。水火之间反生反克，就水能克火，倒过来火也能克水，就是明朝代替元朝，这是用相克相生的理论做解释的。所以你看我们定位南京在这儿登基，我是用着我的火德来灭元朝的水德克住的，同时我朱又出身于祝融氏，这是我家正根。所以它是这套阴阳五行体系下形成的一种理论。其实它核心是什么？就是我朱元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我兴于火德，我就灭元朝这水德，他要给自己寻找宿命上的理论根据。所以这是为什么大明朝要用明做年号，跟明教这个明咱要说深了讲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么说朱元璋就跟明教是不是登基以后就没有交叉了？有交叉，但这个交叉可不是好事。上中国历朝历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都是这么一个历史规律。朱元璋也不例外。其实这个规律还体现什么呢？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当你处在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你需要肯定一些跟你差不多的人，你肯定他就是肯定你。当你爬到这儿的时候呢，你就要否定原来那个，因为你否定他是肯定现在的你。我在这儿呢，你在这儿呢，我只有否定你才能肯定我的位置高。原先我在这儿，你也在这儿，我肯定你也是肯定自己。所以从哲学上讲，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我们不少人学过辩证唯主义，这也是历史王朝的更替。所以朱元璋开始倚重明教的弟兄，后来又屠杀明教，这是中国历史万事不替循环的一个真理。就只要你是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朝代，只要你是个人权利占据巅峰的朝代，就一定会沿着这条路往前滚。所以我们在看《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如果下力气好好研究研究朱元璋，可能你会对中国历史看得更剔透一些。